呢個係我屋企324尺，一房一廳一個廚房一個廁所，兩人住。有人話一個屋企係點樣嘅，偷偷收埋咗居住者嘅性格同埋生活嘅節奏。一個人有一種生活需求，兩個人就可能產生兩種生活節奏。喺呢個大小啱啱好嘅屋企裏面，雖然冇咩驚天動地嘅大事發生，但係每個角落都記載住我哋平凡日常嘅痕跡。書櫃原本係最私人嘅角落，但係喺呢度佢就被安排咗喺最近大門口嘅地方，為唔同嘅書排列組合嘅時候，靠嘅係8分直覺2分邏輯。由挪威的森林神遊去到巴別塔學院，梭羅同比約恩互不相識，但係梭羅中意去冇人煙嘅湖邊生活，比約恩就去冇人煙嘅山林苦行。豐富多彩嘅藝術設定集要放埋一齊。邊個話漫畫冇意義㗎？芙莉蓮生存咗至少1000年，都未搞清楚點樣同人相處，我哋會為呢樣嘢覺得煩惱，唔係都好正常咩？更新大腦嘅工具書門中間竟然穿插咗一本瑪麗男孩憂鬱之死，係咪要提醒自己理性思考之餘都唔可以忘記感性呢？書櫃其餘部分係男朋友嘅遊戲卡同埋 board game， 我中意幫佢抽卡，但唔係成日抽到好嘢。我哋中意玩 board game， 賭注係下一晚嘅一支甜筒。佢話其實嗰啲卡唔值錢，但既然喜好係真實自己嘅一部分，點解唔試下將佢展示出嚟呢？書櫃連住電視櫃成 set 都係屋裏面原本就有嘅家私，不過電視一早已經唔係我嘅必需品。前住戶留低嘅幾個薄電視嘅牆窿，我用自己嘅畫遮住，畫嘅都係喺唔同方面觸動我心靈嘅電影。大門口另一邊係廚房，呢度係屋企最有冒險精神嘅地方。每日朝頭早，水壺嘅蒸汽會準時爬上窗，好似喺玻璃上面畫緊一幅速寫咁樣。焗爐除咗係烤雞同整蛋糕嘅固定班底，仲可以好精準咁焗出我中意嘅多士脆度，配埋自製果 jam， 就係懶人嘅完美早餐。呢度有我獨居咁多年以嚟寫低嘅食譜，同埋男朋友啱啱開始記錄嘅食譜。等陣，用奧本海默嘅筆記簿嚟寫，會唔會有啲地獄啊？但係我而家用掛耳包，應該又唔會發生咖啡壺炸廚房嘅事啦啩？仲有砧板上面嘅刀痕，係好似年輪咁樣嘅使用痕跡。呢度每樣工具都有佢嘅位置，而且喺最就手拎嘅位置。至於太高嘅空間，一律建議冷落處理。我發現唔使填滿成個廚房，都可以食到令人感覺滿足嘅一日三餐。當然啦，廚房都有佢嘅叛逆時刻，譬如油壺會間中漏油抗議工作，或者係狼狽嘅時候撕到好似細個長輩幫我亂剪頭髮咁樣嘅廚房紙。但係呢啲小混亂反而令到下廚過程好似一場即興創作。餐台係我食飯同工作嘅多功能區，橢圓形喺灰牆黑櫃嘅硬朗空間入面起到柔化作用，就好似喺我變得固執就嚟要爆發嘅時候，另一個人跳出嚟化解咁樣。有時候寫唔出嘢，我就望住白雪雪台面嘅咖啡漬嚟放空，提醒我生活唔使太完美嘅。餐台同書櫃之間嘅梳化，見證過每個懶洋洋嘅週末，朋友們嘅笑聲，都係我嘅2號工作區。有時翹起腳坐低，用身體最放鬆嘅姿勢，做住令大腦最繃緊嘅內容。佢唔算大，但係啱啱好可以容納我想暫時匿埋嘅心。夜晚將佢拉開當床，打開投影機，就係唔使出門口嘅電影之夜。歡迎嚟到我嘅3號工作區啊！風水師其實即係我哋嘅朋友，話我喺呢個位創作會好和。好嘅定義未明，但係呢個角落好似真係慢慢成為咗我嘅靈感基地。對住自製招牌創作，我覺得自己好似一個廚師望住掛喺牆上面嘅金漆招牌咁樣，總係會諗起第一次揸刀時候嘅決心。呢度有一啲喺度睇緊啦，或者準備睇嘅書，都係圖書館書嘅暫存地方。
另一邊係男朋友嘅避世區域。喺呢度，佢用自己嘅方法去試緊將一件好多人聽到或者都會覺得抗拒工作做好。我為佢覺得驕傲。有時佢一個人喺呢度打機避世，有時我哋兩個人喺呢度打機避世。隔離嘅茶水架係疲憊時候嘅充電站，茶包、零食，仲有款式唔同但個性好鮮明嘅水杯。每當大腦棘住，就拎起包餅或者點個鼠尾草啊，俾思緒同埋煙一齊慢慢飄散。睡房淨係得一個原則，柔軟至上，蓬鬆嘅被，一盞唔刺眼嘅小夜燈，仲有一隻擔任睡眠品質監督員嘅唐老鴨。本來天藍色嘅牆唔係好啱我口味，但係懶得油牆，就索性喺呢個基礎嘅藍色上面加上更加強烈嘅藍色。喺床頭掛咗呢幅掛畫之後，成個感覺都啱晒。而呢個角落呢，就係我錄 podcast VO 嘅專屬位置。因為夠靜。最後等我補充多少少關於呢間屋嘅 details 啦。呢間屋，咪住，你屋企個廁所呢？去邊度啊？仲有你哋唔使用鞋櫃㗎？唔見有嘅。哦，係喎，OK，我帶你去睇下。嚟啊！呢度牆後面見唔見到佢有3條線呢？推門入去。感覺真係好似劇本殺嘅機關啊！廁所嘅裝修風格都係同全間屋類似啦，灰色水泥牆嘅工業風。至於個鞋櫃就係隱藏咗喺呢一度嘅，原本全個鞋櫃都係呢啲黑色嘅一塊塊層板啊，但係因為用唔着咁多層，所以 DIY 拆咗佢呢，變成上面嘅掛袋收納嘅。講下，我覺得呢間屋咧最大嘅一個特點就係我哋一行入嚟就見到佢係有裝修，而且係有即係 design 嘅裝修啦。因為我哋嘅前業主，即係而家業主嘅上一手，其實佢裝修咗嗰陣咧係自住嘅，所以咧睇得出佢係好多 design 方面都落咗心機啦。而且咧係做咗好多嘅入牆櫃，出租嘅屋通常好少會做入牆櫃㗎嘛，但係呢間咧就係好多入牆櫃，即係頭先見到嘅鞋櫃啦，跟住鞋櫃上邊有個儲物空間啦，然之後原本間屋上面咧有個橫梁嘅，咁個橫梁咧佢都係揾個架咁樣封咗佢，攞嚟掛嘢啊或者係擺嘢啦。雖然我哋冇咁多嘢擺上去，間房就都有一個入牆衣櫃啦，就慳翻一個可以唔使買衣櫃嘅錢。而且咧成間房都係呢個地台床嚟嘅，地台下邊都有勁多空間儲物。身後呢個書櫃下邊嘅位置咧，其實都有一個好窄嘅收納空間。就算梳化後邊呢個位都係嘅，不過因為而家梳化擋住咗啦，咁嗰個位就唔會點樣開，我哋就係擺一啲業主留低啦，但係我哋唔會點樣用嘅嘢就擺入去嘅。講下我哋揾到呢間屋嘅過程啦，就係當初咧我都係同以往一樣啦，都係上啲28 House 啊、591啊嗰啲租屋平台嗰度揾屋。咁但係咧嗰陣時未見到而家呢間屋住嘅，係睇咗其他屋先，對其他屋有興趣，咁就約 agent 嚟睇啦。睇過好幾間之後咧，都覺得一般般麻麻地咁樣。但係咧嚟都嚟咗啦，又睇過咁多間啦，咁就去埋其他地產鋪嗰度問。通常地產鋪咧一年開即係一間開喺度咧，咁隔離就會有好多間噶嘛。於是咧我哋就去咗另外一間咧，我哋完全冇 contact 過嘅地產鋪嗰度問下呢度附近有冇啲新盤啊、新嘅租盤可以睇啊。咁點知咧一問之下又真係有喎，就係呢一間。咁上嚟一睇一打開門見到哇個裝修咁有 design 嘅，所以咧我哋都冇諗咗好耐就決定博取租咗佢啦。可能上一手搬出咗之後，去到我哋呢段時間都冇清潔過、冇打掃過，所以我哋簽咗租約之後咧，再上嚟睇啲細位啊，先至發覺原來係有好多功夫要做㗎。搬入嚟之前咁好多清潔要做啦，即係雖然個過程好攰、好辛苦，但係咧清潔完之後到依家我哋住咗喺度幾個月啦，都感覺係舒服嘅。
東經8平米嘅作者吉井忍喺書入面咁樣講過，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嘅8平米，即係大約86尺。佢唔係指實際面積，而係指心入面某一塊地方，可以係某個地方或者某個人喺嗰度，你唔使偽裝，可以好好咁面對自我，好好咁去享受當下。所以喺書入面，佢除咗講述離婚之後返日本租住咗一個冇雪櫃、冇洗衣機、冇沖涼地方嘅8平米小屋生活之外，都書寫咗外出接觸唔同人嘅故事。用慳翻落嚟嘅租金去睇無數場電影、展覽、音樂活動，遇見勇敢離開家暴、爭取自由嘅洗衣店阿姨，行下意外發現凌晨3點開門、朝頭早8點就閂門嘅 cafe。有啲故事我一路睇一路忍唔住鼻酸想喊。呢啲因為細屋引發嘅日常冒險，好自然咁樣建立起嚟，唔會過多牽絆，又恰到好處嘅情感交流，都係佢喺揾翻自我嘅路上面嘅一個8平米。我真係好中意呢本書啊！之前喺 Patreon 都有詳細咁分享過，喺香港生活都難免要住細屋，但係無論幾大幾細，位置近邊度，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80尺宇宙。正如呢本書後面所寫嘅，要獻俾即將創建新生活嘅你，你屋企嘅細唔成問題，因為外面嘅世界足夠大。最後咧，想做個少少嘅宣傳啊，就係呢個7月13同埋14號星期六日嚟嘅，我會喺荃灣南豐紗廠嗰度咧有一個青年市集。呢個市集咧就係一間 NGO 啦，專為一啲青少年咧，即係中學生為對象嘅搞嘅一個市集，提供一個場地、一個機會咧，俾呢一班年青人咧試下去做一個少少嘅創業。咁同一時間咧，個場都會有類似我呢啲咁樣嘅，即係有市集經驗嘅檔主去擺嘅，咁就同啲中學生交流。大家喺今條片見過嘅好多嘢，包括呢啲簿啦，呢本係我嘅日記簿，或者呢本奧本海默食譜簿啦，到時咧應該都會有售嘅，因為其實呢本奧本海默咧，佢係錯版嚟㗎嘛，即係我一開始搞文創嘅時候咧，諗住出㗎啦，但係嗰陣時做翻嚟嘅簿嘅質素我係極其之唔滿意，所以咧就攞咗嚟自用啦，同埋散發咗，即係送咗俾身邊嘅朋友去用嘅。但係咧，我本身都幾中意呢個 design，所以決定今次都會盡量試下睇下，即係改少少嘢，可能個 size 啦或者內頁啦，然之後再推出翻嘅。希望大家用呢本簿咧可以寫低你哋嘅諗法，然之後將佢變成現實。跟住當然仲有書籤啦，有我背後畫過嘅電影 postcard 啦。月曆就未有嘅，2026年嘅月曆我會俾心機啲畫，遲啲再去同大家見面。呢個就係我唔大又唔細嘅屋企啦。多謝你哋今日陪我一齊行到嚟呢度，都想多謝訂閱咗 Patreon 嘅觀眾朋友們。唔知道大家嘅小宇宙又係點樣嘅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話俾我知啊！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